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刚刚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全球晶圆厂大战。我们发现中芯的营收现在已经跻身到全球第2大了，但是为何台厂却老神在在呢？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欢迎宏达。是燕纯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对，最近那个财报陆续公布了哈，那当然这个晶圆大战里面，我们最关心就是中芯的变化。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与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与坚持。如果您也和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那我们最近有发现，这个从台积电、中芯、联电、Global Foundry、世界先进跟力积电都公布了它的最新营收的表现。那我们赫然发现第2名换人了哈，这个请这个宏达帮我们先解说一下最新市场板块长怎么样子。先从排名开始讲啦，我们是写第2大不过要先讲一件事，就是这叫做纯晶圆代工。如果是把不纯的也加进来那就要把三星加进来，那就变成第3大。但是我想大家都同意啦，三星其实大部分以自用为主，所以纯度比较没那么高，所以纯晶圆代工厂的排名如果这样来看，根据各公司的财报一个一个查很清楚，这一季其实中芯的这个营收是超越了联电跟 Global Foundry。那中芯的营收以美元计算的话，它是 17.5 亿美元，那联电的话是 17.08 亿美元， Global Foundry 是 15.49 亿美元。看起来好像这个很简单但是你如果把财报再看下去这个事情就多了，因为这个毛利率、营业利益率跟 EPS 就倒过来，排名会倒过来，太有趣。所以是营收规模当然是第1名当然是台积电了，落差很大这个台积电的营收规模是188亿美金，那中芯到第2名已经到的是 7.5 亿美金了啦它营收规模现在变第2大了，很厉害，但它的获利状况也跟它的规模一样厉害吗？我们先让它跟同业比了它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营业利益率营业利益率就是说我靠我自己每天做的事情不靠业外，不靠什么其他的筹资募资，纯粹我每天做的生意能赚多少钱但是中芯的营业利益率只有 0.02 大家记得这个数字。联电的营业利益率是多少呢？ 21。那 Global Foundry 是多少呢？ 9。再往下这个如果到纯益率我们把什么业外都加进来中芯我们刚刚讲这个纯晶圆代工厂第2嘛，问题是如果是按这个纯益率来看的话，在我们这个表上它应该是排倒数第2因为它的纯益率只有 3%。 除了台积电之外呢，其实第2名还是联电联电的纯益率有 19%， 那这个世界先进也有 13%， Global Foundry 也有 8.6%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中芯的纯益率其实相对是相当落后，而且它在这一季的法说会也说了没有钱可以分给股东所以中芯的这个股价就会比较弱一点。那这样子算是有面子没有里子吗？就是说看起来市场地位大幅的成长到第2名去了，但是获利能力看起来却很差对，我们后面会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写的时候也想我们这样子看一季也是跟同业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时间拉长纵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解读我就去比了过去3年的这个毛利率跟净利率，发现这个有点不太对为什么？其实中芯的毛利率跟净利率其实逐年是有点下滑的。它的这个毛利率在22年的时候呢有 38%， 然后23年是 21%， 24年 Q1 的时候只剩下 13%。 那毛利率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些扣掉这个制造所需要的相关的费用它能够产生多少的利润。无论如何中芯是一个制造公司嘛，所以我们看毛利率也很重要，大概基本上每一年都下滑。那净利率也是每一年都下滑，22年的时候净利率 29%， 对，其实还不错呢， 29% 还不差就比较正常。但是23年是变14，
可是24年第一季变3，看起来是快速的下滑，而且呢，第一季的这个现金流量表上面，它其实是呈现一个现金流出的状况哦，就是说现金其实对企业来讲就像氧气一样，如果我现金都流光了，那就像一个人没有氧气会窒息死掉。那所以它账上现金在这一季的话是剩下379亿的人民币，可是光这一季就流出60亿人民币，按照这个速度流的话可以流6季啊，如果不借钱我干嘛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仔细来看这个财报。对，因为其实我们有观察到中国当然最近因为半导体被美国制裁的关系，它积极想要做进口替代这件事情嘛，所以其实中芯如果从它的资本支出来看，它其实从2020年开始资本支出也是不断的在提升哈，除了21年稍微少一点之外，2020年是57.3亿美元，2021是45.1亿美元，2022年是63.5亿，2023年又拉高到74.6亿，表示它是持续在增加扩张的力度。对，就是它其实不断的在盖厂哦。对，但是我讲要怎么样能够看这个资本支出更有感觉呢？其实很简单，你拿台积电的财报来比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现在资本支出是300亿，但是它的毛利率是53% 上下。其实台积电的财务结构是经过精心计算出来的，不但能够给股东一个好的回报之外，同时还要能够支撑，还要能够维持非常强劲的投资。其实台积电一年呢几乎是1兆台币的这个规模在投资哦。反过来看，其实中芯它其实是冒着这个净利率不但下滑，无法去给股东好的报酬的这样的一个牺牲的情况之下，其实是维持资本支出的高水位。那就回到一个问题了，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对啊，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说，台积电真的超厉害，它既能够持续扩大规模，它也同时对股东有很好的报酬，这是最困难的地方。那中芯看起来它是短期内为了扩张它的市场规模不断的盖厂，它牺牲的毛利率啦跟净利的表现，所以这次其实刚好中芯也之前办了法说会嘛，到底怎么解释这种状况呢？其实第一个分析师第一个就问啊，毛利率为什么下降这么多？对啊，其实很明显你看这个财报你马上就会有对很有感觉。对，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新闻都在讲中芯5奈米如何，我看这财报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台积电如何维持嘛，那就代表说你要有够好的产品，够有竞争力的产品，去维持你强大的现金流跟获利能力。但是如果获利状况是这样的话，代表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技术的差异点可以拉开你跟竞争对手的差距的时候，你只好牺牲获利能力。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你就要怀疑了，不要讲5奈米，不要讲7奈米了，你看有没有12奈米，有没有18，有没有16或20奈米，其实这个恐怕都是问题啦。因为我们回过头来也对照台积电台积电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帮其他人办了一个法会，意思是说现在很好，非常好，我们有恢复。问题是呢，有些人不太好，那些不太好的人他是说整体市场并不好，只有我好，台积电好而已，自己都好。他的意思是说，手机跟 PC 可能是温和复苏，但是呢 AI 非常好。但是因为 AI 用的是先进制程，所以那就代表其实只有先进制程像台积电这个好才吃得到市场。其实很有趣，就是对照这个中芯的说法，这一次赵海军中芯的这个联合执行长其实讲状况有变好，全球客户备货意愿上升，出货量其实在上涨的。问题是他讲了毛利率下滑，毛利率奇怪了，这个现在不是情况变好吗？增加了吗？你怎么毛利率下滑呢？然后他有讲产能利用率 80% 跟其他竞争者可能没有差很多。但是赵海军这个是他的原话，就是说目前这个订单是不是透支下半年是不是叫寅吃卯粮不知道，先打预防针。大家讲说为什么你其他同业说恢复了，那你毛利率很惨，是不是代表接下来要恢复？他没有给肯定答案，他是说其他的竞争者产能继续开出，行业竞争激烈，他特别点名就是说其实是其他中国的这个竞争者产能的持续的开出，对于中芯来讲也形成一个大的压力那他讲的原话我们这里念一遍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战略客户在市场上如果有其他的竞争者开出了更低的价钱那不管是我们现在的机顶盒还是智能手机就有可能会丢掉这个单子，那几千万的订单就会不见。然后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战略客户就这样子转单，所以不排除降价，宁可降价也要保住客户。对，说不能让他丢掉市场的份额，话我想已经讲蛮清楚的了，就要顾市占啦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毛利往下掉，我觉得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重点是还是跟中国厂商在彼此竞争吗？
对，各位如果要研究这个题目，可以去研究一个东西叫做中国晶圆代工厂排名，后面一名就是华虹华虹其实它这一季也公布了毛利率比中芯更惨，就是说中芯有大概13%，华虹的毛利率是 6%， 那华虹的净损率亏钱了 5.5%， 那另外2个合肥晶核比亏损一点点而已 ，EPS 是 0.0 几的一个状况所以华润微大概也是处于一个状况。那加上我们从跟台湾厂商，还有加上这些中芯法说会都反映，就是说，其实在 commodity 相关的这个市场的杀价是非常非常竞争、非常厉害的，这确实是如此。对，而且我们也观察到说，其实中芯负责整个中国半导体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其实中国的占比也是越来越高。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发现很有趣，就是说它的毛利率的下降跟它海外客户比例的下降其实高度相关。21年的时候，中芯北美的营收也有占到 27% 其实并不算低啊，1/3。问题是从此之后一路降，到24年 Q1 美国只占中芯营收的 15%， 然后呢，中国营收本来21年 Q1 的时候是 55%， 到24年第一季的时候，中国的营收已经大幅拉高变成 82% 了。如果你中国再往上提高，可能变90%。拜登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宣布了，从明年开始，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进口的关税要大幅的提高。当然，中国直接销到美国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讲这个 G2 格局的成型这个大事我想以后我们回来看历史就会知道这个重要的拐点这是一个拐点，真的是这样子。但回来看中芯的角色就觉得有点小尴尬，就是说拼命的扩大量跟规模，然后变成全球第2大，然后变成中国的占比拉很高，但它却反而陷入了毛利率也掉、获利也衰退这样的状况。大概毛利率并不是它现在的first priority， 对啊，或许它就是先进口替代是它的最优先目标啦。对对对，在面临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台厂好像觉得受影响不是很大嘛比如说我们看联电的业绩表现并不差，所以是不是说当中国在积极扩厂，在成熟制程上面虽然产能非常多，但台厂还是有自己的生存优势在。这几天呢，这个联电的这个股价就开始有强劲的反应了。我们来看一下联电毛利率的状况。其实联电在22年呢毛利率是 45%， 23年呢是 34%， 那在今年第一季呢大概是 30%。 当然你也可以说联电的这个毛利率也有一点下滑，但是呢其实你去看它的这个中国市场的占比，大概这过去3年可能可能就是15%，要不然就13%可能17%，从来没有超过2成。代表什么？其实联电很早就已经开始采取分散的供应的这个措施了。我们去采访联电的时候，联电很骄傲的就是说他们大概是唯一可以，他们在新加坡、在中国、在台湾、在日本，现在还加一个美国，当然美国还有一点时间了这几个地方都可以单独运作，去提供客户解决方案。在后面值得讨论就是联电其实对抗地缘政治的这个布局不但已经完成了，而且看起来它是可以有效的保护它的毛利率的。无论如何，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它比 Global Foundry 还要高，也比世界先进高，当然远远的高过中芯在这个 G2 形成的过程里面，其实联电等于各方的客户它都可以服务。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起来它的这个位置是站得比较好的。那我们也问联电说同业大家都担心这个中国的价格竞争，你为什么毛利率是3成？他就说因为我们联电有6成的产品它都是特殊制程，就是这个规格做它能做，所以它还可以去谈一个价钱保护它的毛利率。比如说 OLED 的 Driver IC， 因为我们知道 OLED 的这个市占率在往上嘛这方面它是受益的。然后 RF-SOI 就是这个射频天线用的晶圆，跟 BCD 制程电源控制相关的，需要更好的效能的时候，其实联电都有不错的技术。它因为跟 Intel 合作，所以它马上就要继续推进到12奈米。我们刚刚讲了，大家可能中国还在这个比较成熟的制程在这边竞争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台积电往前走了，联电也在往前走，联电用他自己的方法往前走了。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跟竞争者拉开一个距离。对，第一个我觉得他比较分散地缘政治的风险，第二就是他跟 Intel 的合作其实大家蛮关注的，这个东西后续宏达会不会大家追踪。但另外2家台厂我觉得也是蛮多人会关心，就是世界先进跟力积电。那世界先进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说
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贡献 83% 的营收哦，那美洲只有贡献 14% 哦。哇，中国占比很高对，所以其实世界先进的中国占比，它要怎么样去抵挡这个营收的压力，我相信它是有压力的啦。这个世界先进的这个董事长方略在这一次的法说会里，其实也讲了一点点，之前价钱是比较有弹性的，但是我们现在开始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弹性可能慢慢的就会缩小了。意思是说他不太愿意跟着销价竞争的意思啦。对，你可以看到世界先进在这一季它的毛利率仍然有 24% 啊，我相信这是要很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的。你对外的讲法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乐观看待转单的一个机会了。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再看接下来的成绩单，因为转单也要看这个还有很多竞争者，是就算台积电也有8寸，联电也有8寸。那我想世界先进现在就其实它也有可能去往新加坡再做一些新的投资，来改变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牌，可能调整一下资源啦齁，来因应现在的局势。那力积电呢？力积电看起来从业绩上来看是蛮辛苦的哦。力积电这一次整理里面大概是属于最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存益率，中芯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只有 3%， 不过力积电是负 4%， 已经亏钱了，它已经亏损了。那其实像华虹或者是华润微，基本上至少还在损益2平上下，但是力积电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况，主要是它其实是处在一个从记忆体厂要转型到逻辑厂的一个尴尬的一个时期。其实记忆体现在也还并不是一个完全恢复，它只是刚过了谷底，是，所以当记忆体那一块也还没有办法挹注的时候，他手上又缺可以跟客户做差异化的逻辑晶片技术的时候，现在应该是力积电最辛苦的时候。采访这个力积电的发言人就说你们为什么现在要去开这个新厂？对最近铜锣新厂，他就讲说，因为呢，我们就是为了要投资新技术，所以新厂要开始发展28奈米，而且要投每个月9000片的产能。他们把希望放在说，虽然我用的是成熟制程，因为我手上有同时有逻辑跟记忆体嘛，我把这两个叠合的话，在一些边缘 AI 这边还是可以发挥一些特殊的利基的这个功效。所以我想力积电如果它的28奈米它的良率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标准的话，那它就可以再往上发展。你就看力积电的官网，它现在逻辑这边最新的技术也是40奈米，那就是你可以理解啦，为什么它陷入价格战，然后你也可以理解中国目前的竞争可能是在哪个阶段。其实主力放在28奈米的联电并没有下滑那么多，那但是力积电最新的只有40奈米，它就有点受影响。真的，所以他现在想要靠新技术来弯道超车了，但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程度，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因为他已经说了一阵子了，老实说。不用弯道超车了，先活下去。对。然后当然我想28奈米它必须要做出来了，最近力积电也换总经理了嘛。是。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力积电一定会进行剧烈的改变来往上发展，所以这个市场变动还是蛮快的跟蛮多的啦，所以这个宏达会随时为大家继续的关注，尤其是说到底中芯它现在积极的提高中国比重之后，会不会有其他转单效应到世界先进或力积电那边去，或到联电那边去，这个发展我觉得也或许宏达也可以稍微帮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是怎么样？我想还是实力说话。讲直接一点，就是我觉得联电的策略是比较能够说服的啦，就是说你究竟要拿出什么新的菜色来跟你的竞争对手拉出差异化，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其实做工程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能够 work 跟不能 work 两种，就这样。是，所以这个局势变化很多啦，我们就请宏达继续帮我们继续追踪调查咯。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90集，基建慢、资金烂、人口死亡交叉，台湾急需新10大建设影片里面的留言。那我们请宏达念一下嘛。我们财团的朋友谢中佑说，继天下杂志之后，财讯是第2个提到这个话题的媒体。过去2位部长下台，让所有政府官员都学到不要提到这个话题。作为全台湾最大的财经平台之一，能够说出真话是重要的。他应该指的是核电这件事情啦。其实宏达对核电的也有一些研究嘛，所以到底核电的技术以后会怎么样发展，宏达要先讲一点点你的看法吗？其实我长期关注就是技术。
在经济学里面其实常常把技术的影响其实低估了哦。无论如何，我们台湾要继续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供电，我们以后会为大家介绍这方面最新的发展，来一起讨论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对，我觉得在技术不断的进步的过程中，很多事情会因此而改变了哈。我们就应该抱着一个比较宽阔的心情去重新认识这些新技术为未来世界可能带来的改变，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我想媒体的责任就是利用当下所有能够得到最新的资料，来协助大家来做对我们未来最有利的选择。没错。第二位是 Puffy K， 他说非常真诚的建议跟评论，内政跟国防外交一样重要，立院3党不过半，蓝白似乎在扩权主导行政，尤其是财务自肥，降低国安国防，逼赖萧做无名之炊吗？他大概是这样的意见啦。不过就谢谢大家的分享。我想政治这件事情，除了理念之外，还有一些政治攻防啦哈。那所以大家都希望台湾会越来越好，这个部分我们就一起来监督跟相互提醒这样子。来，那另外一位请宏达再念一下。财团的阿菲令说，今天的节目很赞，很担心说出缺点被不理性的支持者炮轰。没关系，我们勇于接受挑战哈。当然我觉得总之我们都是希望台湾会越来越好啦，所以我觉得各种意见我们都会聆听接纳哈，然后而且来仔细思考，大概是这个逻辑。那就多讨论嘛。对，多讨论，没错。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宏达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现在也是财讯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欢迎大家踊跃订购，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